你知道吗？马股最贵的公司并不是最大的公司，马股第二大的行业竟然是种树的，而且加起来比整个科技业还更值钱。还有，如果你想用玩马股的方式来玩马股，你可能会很失望，因为这两个市场赚钱的方式根本不一样。这三件事情如果你都还不知道，那你可能还没真正看懂大马股市是怎么一回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齐友池里，今天用6分钟带你用工程师的角度把整个大马股市拆开来看一遍，不讲哪一只股应该买，只讲马股市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吧。根据布萨自己的数据，2026年整个马股一共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，分成3个 market。Main market 是比较成熟、比较大间的公司，你听过的大公司基本都在这里。Ace Market 是还在成长阶段的公司，波动比较大。Lead Market 就比较特别，是给 SME 融资用的，只开放给特别的投资者而已。像我们这样的散户是碰不到的。1000多间公司看起来很多，但等一下你就会看到，其中几十间就吃掉了大半个市场了。先讲一个大多数人都会搞错的东西。很多人刚接触马股都会有一个迷思，以为股价越贵公司就越厉害，但你看这个对比就知道不是这样子的。 Nestle 一股99块多，市值23 billion， 在马股只能排第24。 Maybank 一股才10块钱，市值却有129 billion， 排第一。一股便宜了9倍，但是公司却大了5倍多。这代表说一间公司大不大，看的根本不是一股卖多少钱，而是 market cap。 算法也很简单， Nestle 很贵，但股数比较少。 Maybank 比较便宜，但是股数多到吓死人。整体算下来 Maybank 大很多。股价和市值是两回事，这个搞清楚了，后面会比较容易看得懂。说到市值就一定要提 KLCI，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未必知道它的全名叫 FTSE Bursa Malaysia KLCI， 是英国一间专门编制 index 的机构。简单来讲， KLCI 这份成绩单就是 FTSE 和 Bursa 两个一起搞的。你可以把整个马股想象成一间有1000多个学生的学校，把那个校长每天只盯着成绩最好的那30个看，这30个就是 KLCI 30啦，市值最大的30间 Blue Chip。如果你看看 KLCI 的 Top 5， 你会发现5个里面3个是银行。很多时候你看到 KLCI 涨，不代表整个马股都在涨，很可能只是几间大银行在带而已。你手上的那只小型股可能完全没有动到。那整个市场的钱到底都丢在哪一个行业呢？Bursa 官方把整个市场分成了13个 sector， 底下再分成44个 sub sector。 我把 sub sector 的总市值全都算了一遍，第一名有点夸张。第一名是 Banking 银行业，464 billion， 占了整个马股将近1/4。重点在这里，这个 subsector 只有10间公司而已，1000多间上市公司里面的10间就吃掉了整个市场 23% 的市值。所以哪一天你看到银行股集体崩盘，你基本上可以想象马来西亚的经济也差不多要完蛋了。第二名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会傻掉的 Plantation 种植业，170 billion。马来西亚不是电子出口国吗？种树怎么会排第2呢？其实马来西亚算是全球蛮厉害的 palm oil 生产国。棕油不只是拿来煮菜、食品、化妆品、生物燃料，很多东西都要用到它。棕油价一涨，基本上整个 plantation 都会跟着一起上。再给你一个对比，整个 technology sector 113间公司加起来只有110 billion 而已， plantation 是一间就有170 billion。 在马股种树的比搞科技的还更值钱，贵了将近 55%。再往下看，第3是电讯，12间公司123 billion。 更夸张的是 Electricity， 2间公司而已，主要是 Tenaga 88 billion， 占全市场的 4.3%。 这就是马股的样子，钱不是平均散开的，而是堆在几个很集中的地方。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马股不是科技股当家？为什么不能像美股那样一直创新高？说到这里，你大概都已经猜到答案了。这是因为两边的经济结构本来就不一样。美国有 Apple、Microsoft、Nvidia， 中国有腾讯、阿里，台湾有 TSMC， 马来西亚最大的那几间都是银行。原因也不复杂，银行赚的是整个经济体的钱 ，loan、house loan、car loan、credit card、saving， 全部都要过银行的手，所以银行不一定是跑得最快的那个，但通常是最 steady 的那个。这个结构也养出了马股的文化，大家都特别看重 dividend。 你去美国的 group， 人家问的是 revenue growth 多少%， 有没有布局 AI， 下一个 Nvidia 是谁？你来到马来西亚的群组，第一句大概率是今年派多少 cent 的 dividend。 很多人买马股都不是等股价翻倍，纯粹是为了长期收股息，一个追高速成长，一个追稳定现金流，没有谁比较高级，只是玩法不同而已。今天这支影片你只要记得3件事： 1. 股价最贵不等于公司最大； 2. 银行股才是马股真正的大哥大，10间公司就吃掉将近1/4的 market cap； 第3，马股玩的从来不是高速成长，
而是稳定和股息。搞懂这3件事，你再看马股角度会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学投资第一步就是学怎么选股，工程师的思路刚好相反。我们先看懂市场结构，再决定要看哪一只股，因为搞懂钱往哪里流，往往比盯着股价更重要。最后我把马股的基本面分析全都整理在了 scoreyourstock.com 免费的链接在简介，这些都是教育和学习内容，不是投资建议哦。我是岂有此意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